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但是对于很多贫困人口来说呀，有的时候婚姻难免就变成搭伙过日子、传宗接代。这不，去年年底，福建龙岩市有9位农村大龄青年，各花了7万块钱礼金，从越南娶回来9位新娘。可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这9位越南新娘集体跑路了，这9户人家闹了个人财两空。因此有人说呀，便宜的越南媳妇儿也不好娶啊。他们是货真价实的洋媳妇儿，他们号称温柔体贴又贤惠。然而9位已经娶到家的越南新娘却集体出逃，是骗婚骗钱，环境不适，还是另有隐情？几十年的连绵战火，一夫多妻的社会事实，低下卑微的社会地位，越南女子远嫁异国，几多无奈。跨国求偶的中国小伙又有怎样的难言之隐，婚恋之困？5万包娶，不要车房，迎娶越南新娘，有些事儿您不得不防。这个事儿呢，咱们要跟大伙儿详细说一遍啊。这是福建龙岩市连城县四宝乡，总共有这么9户啊。人家呢，家里头的这个男孩子岁数已经很大了，有的都30多岁了，在农村还没有媳妇儿。这个时候呢，村里有一户人家呀，娶了一个越南媳妇儿。这越南媳妇儿呢，在这儿呢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了。这越南媳妇儿牵头说：“我呀认识中介，能从越南呢给你们找到老婆。那边女孩呢漂亮还温柔，而且花不多少钱，就7万块钱礼金，分2次付，一次呢交4万块钱，然后等那方呢开出单身证明，你俩领证了，再把那3万块钱交上。”你看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而且还有保障。就这么这9户人家呢，一户7万块钱，7、9、63万，拿了63万，真就找了9个越南新娘。可是在一块过了没多长时间，等到这7万块钱彻底付清之后，这9位新娘在1天之内集体消失了，跑了。你等再找着给他们介绍来那个越南新娘也跑了，没影了。所以这个时候这9户人家才明白，这是上了黑中介的当了，等于其实啊被放了鸽子了。而且有的村里人就说，我当初就瞧他们不对，来了一个个好像都不会说普通话似的，可在村里待了2、3天，有的嘴里头就冒出中国话来了。这看来这都不止一回干这个事儿了。近年来，关于越南新娘跑路的新闻频见报端，他们的集体出逃，让原本令旁人羡慕的跨国婚姻变成了一场气氛十足的骗局。2012年10月，50岁的贺先生无意中看到了一则婚介广告，广告中温柔贤惠的越南姑娘让他心动不已。网站中展示的成功案例以及他们甜蜜的生活照，更让贺先生下定决心，他准备通过跨国婚介来寻找心目中的越南新娘。经过仔细筛选，最终他以3万元的报价敲定了一家有着多年越南相亲业务的公司。而令贺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也成为了他相亲噩梦的开始。在中间人的撮合之下，贺先生在越南举办了期待已久的跨国婚礼，但新娘却在新婚之夜以贺先生动用暴力等理由逃出了住所。这段婚姻还没开始便已结束。无奈之下，老贺再次交了2万块钱重新相亲。可是这位新结识的女子在被带回北京20多天后，又以爷爷生病为由逃回了越南，就此不见踪影。据媒体报道，同贺先生有着类似遭遇的人还有很多，有的越南新娘在逃跑时还带走了家中财物，一场围追堵截也就此上演。我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说，那他们这是倒霉。我有时候在网上搜，把越南新娘输进去，哎呦，出来不少报道，很有意思。就说现在呀，这不少越南女孩子嫁到中国来了，越南新娘在中国是越来越多。
说有很多的日子过得还好呢。你看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弟弟就娶了个越南媳妇儿，他弟弟可不是农村贫困的大龄男青年，他弟弟呢开了大概有4家超市，小老板，手里头能有那么几百万吧。为什么他要娶个越南媳妇呢？他让中国女人给伤着了。原来呢处过对象，后来呢不要他了，然后结婚了以后呢，他后来这媳妇儿也由于有一些个特殊原因不跟他过了，就旁边有人告诉他说越南女人好，怎么好呢？人家不图你房，不图你车，甚至不挑长相，找到这个男人过日子就是你的真命天子。到你家来，你等于还免费雇个保姆，等于你家里活人什么都会干，而且那个听男人话呀。你要一生气，哎呀，夫君呢，不要生气，怎么着？哎呀，温柔体贴漂亮，身材还好，如何如何的。就这么着，我这朋友的弟弟呢，真就是跑到了越南河内，娶回了个越南新娘，而且俩人现在应该过了有2年了吧，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安安稳稳的。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说，好像我身边也有过类似例子。当然了，我们说婚姻，你很难保证它十全十美。像刚才我们说的，这属于骗婚，而这个例子就属于正常的之间跨国婚姻。那么有的人就纳闷说，这几年我们看到的好像外国女人嫁到中国来的，好像越南的特别多。那为什么是越南而不是其他国家呢？这里边咱们就得先解释解释越南它国内的状况。越南呢，曾经有一度男女比例失调到什么程度呢？假如说有3个男的，就得有5个女的，甚至2个男的对5个女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熟悉这个越南历史的朋友就会了解，当年从1945年到1954年，越南为了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与解放，和法国打了将近10年仗。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也援助了越南。然后从61年到73年呢，又为了南北越的统一呢，和美国又打了10多年仗。到70年代末，一直到1988年呢，和中国又打了将近10年仗。就说越南在这个阶段时间基本净打仗，这一打仗造成什么呢？大批男人死亡，大概有统计数字，可能得有200-300万越南男人在战争当中死了。那么点个国家死了200-300万男人，所以他的人口啊，性别比例就出现了畸形，就男的少，女的多，男的变得非常抢手。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也实行一夫一妻制，可是其实在民间，由于女的多男的少，它不是一夫一妻了，有时候一夫多妻。越南民间，你比方说管大老婆叫大米饭，2老婆叫面条，3老婆叫米粉，4老婆叫馒头。你等有的有权有势的男的，把这些家常便饭能都尝个遍。所以越南呢，造成的男女比例倾斜。这样的话，有的女的找不着男人了，那怎么办？嫁汉穿衣吃饭，往外国嫁吧。再加上越南国内啊，这女的地位非常低，在家里头反正受男的气，基本上就干活了。一看有的姐妹嫁到国外呢，日子过得还不错，那行啊，那我就往国外嫁吧。就这么着，这不少的越南女的陆陆续续嫁到国外。高峰期90年代的时候，大概都有几十万越南女性往国外嫁，嫁到哪儿呢？台湾，有时候嫁到香港、澳门。后来中国大陆开放，嫁到中国大陆的越来越多。当然我们说这嫁过去呢，我说到这个情况，可能有的朋友想起来，中国刚改革开放的这不也那样吗？很多中国女孩就看中老外了，想嫁给老外。嫁给老外，咱大实话，咱得说点真话，那不就图过个好日子吗？人家过得比咱们强，嫁汉穿衣吃饭，过2天好日子。那不也有不少女的嫁过去才发现说嫁个美国人挺好，一看是个美国农村贫困人口，有时候日子还过得不如咱这儿呢。那同样，现在很多越南新娘嫁到中国这个大陆来，嫁到贫困山区或者边远农村，一看日子还不如他那儿呢，这也是有的。所以这主要是越南国内啊，性别比例畸形。再一个，越南女性地位低下，琢磨着往外来呢，一方面自己求个好日子，也能往家寄点钱，补贴贫困的家庭。
当然，这些年来呢，越南的经济条件发展的相对来说越来越好。我们看世界工厂，有的时候他都抢了中国这个工厂的饭碗子。所以呢，越南现在有些女孩呢也很挑剔了，人也不嫁了，不往出走了。再加上呢，这些年越南不打仗了，人口比例一点点回来了。可是呢，原先延续那个往外嫁新娘的这样个链条，并没有能完全隔断，依然有很多越南贫困地方的女性陆陆续续的往外嫁。那么这是她有往出走的冲动。咱们这头呢，有往过要的冲动。我们也知道，中国现在为止有明确的统计数字，大概30岁到39岁的光棍男的啊，有1100万。有统计数字呢，说到2020年呢，中国这找不着媳妇的男的得有2400多万，就是男女这个比例100比118，就100个女的118个男的找不着媳妇了。所以这有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再一个，现在中国这女孩啊，你想把她娶过来挺难。咱一说你嫁人嫁谁？高富帅，你起码有房子有车，说这家庭最理想能嫁过去。所以现在中国这女孩有一部分是拜金主义，你条件差的，你指着我跟你一起奋斗，我才不愿意那个呢。我找个大款嫁了，我少奋斗多少年。当然这个不是普遍现象，可确实在很多女孩心里边也都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我说过好日子这也无可厚非，这也客观上加剧了什么呢？就是男的假如条件要差点，想找个中意的老婆就很困难。有的条件并不好，收入也低，工作条件也差，也没有房子，家里也没什么积蓄，所以想在城里落脚找一个体面的老婆非常困难。所以这时候就有人琢磨了，越南老婆你看长得也不差，而且也不图我车不图我房，交几万块钱就能领回一个来，过日子呗，不挺好吗？我还记得这个2010年《环球时报》报道了一件事儿，有一个农民工叫洪林，他到城里打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2000块钱，他就找不着媳妇了。为啥？费劲攒了1万多块钱，就想跟周围的也是农村来的女工搭讪一下，就说你看咱俩好怎么样？然后一问他情况，谁跟你一点希望都没有，挣这点钱，家里穷的叮当响。很长时间他就挫败感非常强烈。后来呢，他身边农村的老乡有人从越南娶回个老婆，他一打听心动了，说总共就花了几万块钱，而且这女的还听话老实，对家里条件还什么的还挺满意。这洪林一琢磨呢，再一打听，说越南呐，工薪阶层大概是一个月工资100万越南盾，大约等于咱们人民币500块钱。他说我一个月挣2000块钱，我跟越南工薪族比呢，我就大款。他这时候就起了念头了，一问那个同乡，他把这个程序打听明白了，他去办了护照了。干嘛呢？就要到越南挑个老婆。他把这个来去行程所有的费用算上了，他说大师我去一趟加回来2000块钱也够了，我再备点钱到那边给个聘礼啥的，我就能领回个老婆。要在国内我攒这点钱根本就娶不上媳妇。你看他就开始琢磨这事儿。有他这样想法的农民工兄弟不在少数，何况还有很多边远山区贫困农村呢，娶不上媳妇的呢，他也琢磨这事儿。在各类相亲活动中，去越南相亲似乎已经成了热门词汇，而婚介大肆渲染的温柔贤惠也让中国小伙的相亲之旅变得诱惑十足。2013年光棍节前夕，某团购网站发起了一场名为免费送你去越南寻找真爱的相亲活动，竟然吸引了近2万名单身男青年参与。一些相亲交友平台也相继推出了越南新娘的咨询业务，一些机构为吸引潜在客户，还打出了比如万元包娶、跑一个赔一个等雷人标语。与城市相比，偏远地区的相亲活动则着重于实际行动。据东南早报报道，2012年1月，
在福建泉州的一个山村，就出现了8、9个单身汉组团去越南娶妻的事件，而当地警务人员也为外来的越南新娘建立了相关档案，通过核实证件等办法，防止婚姻骗局等发生。有的人说，那国内也有这事儿，不就买老婆吗？那贩卖人口违法呀。这个事情的迷惑性就在于呢，他以中介形式说，我给你婚姻中介，我给你介绍个越南新娘，不是说是人贩子啊，把个人口卖到你这儿，你买个媳妇儿，不是那个概念。所以很多人呢，在网上看到了这种中介呢，心动了，我就要买。所以你看，这边中国有庞大的这种市场，那边越南呢有个出口的市场，这里外一对接，就有很多人发现这里边能挣钱。你越南国内呢，专门有这种人，把这个贫困地区的女孩啊弄到一块儿，给做个培训。你得会做家务，得会礼仪啊，还最好会说2句中国话。然后呢，我给你跟那边的婚介对接，然后让你嫁到中国来。管这样的人叫养妈，不管男女都叫养妈。就这么，他跟这边中国的中介一对接，介绍来，然后你去呢，全程收费大概是5、6万块钱。基本就办齐了。怎么弄呢？到那去之后，带着你去看，你相中了，把聘礼一给，然后这边先办婚礼，那头办手续，等这个10天半拉月的，整个手续护照都全了，你再把他领回来。据说最早的说这事儿容易到什么程度呢？台湾有个人，他没想去这个河内那块儿去找媳妇儿，就是去旅游，但是他单身，也30多岁。到了河内旅游的时候呢，往下边走的时候正好呢坐这个公交车，旁边就坐个越南女孩。他看这女孩挺漂亮，一路上就聊天搭讪呗。要是没成家的一个人怎么的？这女孩就问他，那个你对我满意吗？这满意。那前面就我家，你到我家看看，我爸要同意我就跟你走。这个台湾人还以为这什么艳遇呢，就下了车了。到他家的人爹妈一看，这小伙子还挺端庄的，嘁哩咔嚓做不少好吃的。居然这事就说行了，你可以领走了。把这台湾人吃惊的，这不天上掉馅饼吗？后来他真把这女孩领回去了。就说当时那个状态应该是80年代时候就相对来说这事儿呢，纯属于民间个人对接。到90年代就变成中介介入了。那边有养妈给你提供这个越南新娘，这头有中介介入。那么说这些中介合不合法呢？咱们可以负责任的跟观众朋友说一下，非法。因为1994年呢，国务院办公厅就出台了一个法规，就是任何机构不得以盈利为目的进行跨国婚姻介绍。就说你现在在网上看到的承诺给你娶越南新娘回来如何办什么手续，这都是非法的。有的朋友说，那我不管他非法不非法，非法是他的事儿，只要他给我介绍，我合法就行呗。我办了结婚证了我把他领回来，那过日子呗，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可别小瞧这里头的风险。娶越南新娘，你即使是中介那非法，跟你没关系，你同样承担很大风险。什么风险呢？随便说几个首先一个，容易人财两空。你刚才我们说那个福建连城县四宝乡的例子不就是吗？娶回来之后，过一阵他跑了，往往农村本来攒俩钱就不容易，娶回来了再加上办婚礼什么的，可能10万8万就没了。他再跑了，雪上加霜。就是你不知道他底细是啥，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骗你，还是真心到这边过日子，不明底细，所以这里的风险非常大。头一个人财两空，第二个他的健康状况，这我不是说危言耸听，就曾经有过越南新娘嫁过来了，结果把艾滋病传染给这个家里人了。因为我们这些年呢，咱们国家取消了强制婚检，就是婚前检查有没有无所谓了。再一个也取消了对于入境的艾滋病患者进行限制的一些规定。所以这样一来呢，很多越南新娘过来也没有经过什么检查，也没什么的，容易把一些乱七八糟的病带过来，这是健康不明。再第三个呢，涉嫌违法。有的说是中介，
其实他就跟人贩子差不多，就等于把这个越南新娘卖给你了。你一旦要是图省事儿，给他钱了，事实上构成买卖关系。咱们法律规定买卖人口是违法的。再一个，你把他弄来，他有的要跑，他不同意，你就得限制他自由。这一限制人身自由，你又违法了。因为咱们看过有些电影，你像那买卖妇女的就是嘛，真到哪一个村子里边，你这一村子都穷，所以谁家买个老婆，全村帮着看着。你比方说张三老婆买回来了跑了，要李四看着了，那得抓回来。为啥？保不齐哪天李四也买个老婆，他要跑了，张三看着他不管吗？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涉嫌限制人身自由是违法的。再第四个，说他跑了，跑吧，我跟他领结婚证了，我离婚，这对不住了。这个离婚可太麻烦了，因为是跨国婚姻，你得先向相关部门申请，然后还得到越南去。如果找不着他人，登报6个月公示，确实没证了，法院才给你判。有时候为离这一场婚好几年功夫打出去了，说我不管了，我再结婚，重婚罪。你想麻烦不麻烦？对于每一位迎娶越南姑娘的人来说，假如新娘已经出逃，那么离婚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难解之题，一场漫长的离婚诉讼在所难免。据业内人士介绍，跨国离婚诉讼应该按规定将双方法律文书进行翻译，然后将2种文字的法律文书逐级转送到最高人民法院，接着再由最高法院转送国家司法部，最后通过外交途径送到国外。如果外交途径无法送达，法院还要在海外发行的报刊上将法律文书公告6个月。在法庭上，假如越南女方没有参加庭审，法院可以缺席判决，但判决书仍要进行长时间的公告。与较为容易的跨国结婚相比，离婚则是一项漫长而复杂的工作。再一个，你要是跟他生了孩子了，也有问题，这孩子容易是黑户。因为有的呢是没领结婚证，这孩子肯定是小黑孩了，生了孩子。有的即使领，他有相关规定，你得在这个中国居住满5年，还得连续居住，每年得满9个月以上，等等等等要求。一不留神呢，上不了户口了，这孩子就成黑孩了。所以说这个里头跨国婚姻娶越南新娘里边包含着非常非常多的风险。所以我说真有这心思知根知底的去了解对方，到越南这看看，你要真是相中了，跨国婚姻咱们现在法律也不限制这个，知根知底的情况下，剩下就是你俩人情投不投意合不合的事儿，这就是正常的婚姻范畴了。真又过不到一块儿去也没有办法。那你要是因为对他完全不了解，稀里糊涂给娶进来了，最后弄出一堆后患来，你说不得不偿失吗？没有调查研究，你这婚姻就一点不保险。网络作家马伯庸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他参观一家民间博物馆的奇遇。这家博物馆呢是河北衡水季宝斋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马伯庸看到了种种神奇的造假，随心所欲的造假。而更令人称奇的是呢，这家博物馆居然是衡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河北省少先队实践基地，而且还是国家3A 级的风景区。那么这家村办的民间博物馆是凭什么能混得如此风生水起呢？我们称这家博物馆呢为奇葩博物馆，确实有它的道理。因为在2-3年前，我就曾听到北京收藏界的朋友跟我讲起来这家季宝斋博物馆，讲述的这种内容和观点呢，基本上和马伯庸网上这篇文章是一致的，但是没有马伯庸写的这么细。就是这家博物馆呢，里边的藏品呢，令任何一个人进里边都会感到瞠目结舌。为什么呢？这藏品有几大特点。首先一个是老，我们都知道收藏界呢说这个东西啊是古旧的物件，以前的我们称它为老。它老到什么程度呢？你无法想象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像青花瓷器，搞收藏的朋友知道说青花基本是唐以后才有的。它这个里边就打破了这个观念。不仅唐以前不仅有隋朝时候青花，还有魏青花。更奇特的呢
上面落款写着炎帝制造的这个青花瓷罐。炎帝是什么时候咱都知道，中华文明的始祖，说那时候就有青花瓷了。还有写着皇帝制造的什么五彩描金大罐，你说这得老到什么样了？这明显已经超越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常识。一是老，再是大的吓人。这么大一个盘子，它直径有多少1.78米。1.78米。这是永乐的青花龙大盘。你说咱们现在出土不少那小盘子都卖上亿，你说这么大盘得卖多少钱？你细想想，可能吗？这还不算，最有意思，它这里头的东西啊，占一个旗字。怎么叫旗呢？里头有12生肖，这12生肖最有意思，分公母，而且那造型呢，有穿中山装的，还有穿旗袍的，完了标明这是元代明代的。我们都知道旗袍什么时候产生的？是晚清民国时候才有旗袍，中山装也是大致这个时代。居然这都成了元代明代的了，这多奇怪吧？那远不止这些，有一个这个盘子，这盘子上的画面是啥呢？叫三英战赵云。咱都知道三英战吕布，你见过三英战赵云吗？而且赵云拿着方天画戟，背后旗上就写着个赵字，这不颠覆你的历史常识了？那这种奇怪的事特别多，还有写着雍正年制的金陵12钗瓷器。我们都知道雍正那时候曹雪芹才20出头，是乾隆年间《红楼梦》才出来，到雍正年间金陵12钗就已经出现了，你不觉得奇怪吗？哎，这里边就是有关于这方面最奇怪的是有鬼谷子下山系列。我们都知道2005年的伦敦拍卖会上拍这个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那么一个大罐，这大罐当时拍了人民币大概是2个多亿，人说这是太珍贵了。他这里头可不光有元青花鬼谷子下山，还有什么这个绿釉黑彩的鬼谷子下山罐，还有五彩鬼谷子下山罐，一系列的。有人说这当年鬼谷子组团到这儿来了，被季宝斋博物馆给一网打尽了，全扣到这儿。如果按那标准，光这些罐那就得值20-30个亿。你说你要这么想，这里头得有多少宝贝？还有奇怪的，有个什么唐五彩，你就听过唐三彩，你叫唐五彩。唐五彩叙事魁口盘，一个大盘子上面纪念的是谁呢？是唐代著名的宰相长孙无忌。那上面写着长孙公无忌一生辅佐皇上，立下许多汗马功劳。你听这话，许多这个词儿，这是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近代才有的，近现代才有的词儿，居然唐代上面这白话文就给出来了。你琢磨琢磨，我刚才说这些，我这还是整个这馆里，我觉得我才说了极少一部分。你要如果是看看马伯庸原来的文章，或者你亲自到季宝斋博物馆你瞧一眼，你就会发现那这奇的地方太多了，真是奇葩博物馆。毫无疑问，咱们有点常识都知道，这是地道的造假赝品。可是呢，人家这里边村支书叫王宗全，包括这个馆的副馆长，还有这个总顾问，人家可振振有词。我们也明白，亚帝皇帝不可能有瓷器，更不可能有文字，这个我们心里很清楚。你说他不是亚帝的，他就写着了；你说他不是萧朝的，他上头他就写着到萧的。4万件你都看过吗？你没看过，你怎么知道它是真假的？而且他辩解的特别有意思，说为什么雍正年间就出现金陵12钗了呢？那曹雪芹写《红楼梦》也是根据民间传说，那时候12钗传说就有了。哎，你听他这圆的还贴点谱，最有意思，他圆的是这个三英战赵云这个事儿。三英这战吕布，那是三国演义，你别忘了他是演义。你再看看陈寿的三国志，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打过仗没？别人不知道，这都是在待考证的事儿。三国志里记载都是公孙瓒和刘备素来交好，刘备后来出兵也从公孙瓒这借兵把赵云给借过来，后来赵云也不回去了，直接就投了刘备了。在下不要将军任何兵马，只向将军借一个人。借谁？常山赵子龙。所以这属于历史明显的错误，而且即使你就是战赵云，赵云也不该拿吕布的方天画戟，他使枪的呀，这是《三国志》里也明确记载的。所以你就看看这个地方人为了给这个季宝斋博物馆遮羞，已经到了颠倒黑白的程度了。倒是他的副馆长有句话说的对，甭管是真是假，这就是假的，时间长了好东西也成文物了。你看看，可以
负责的说，不是夏大爷做的，但是这件东西绝不是出自一把工匠、一把造脚人之手。你这么多藏品，说你一件倒压来没有，那不可能；说你一件真的也没有，那也不下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就是我大致把博物馆这状况，我跟您复述。你要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在网上看，也可以到那儿去看看。确实是奇葩博物馆，了不得。那么说，这个事情披露出来了，大家感觉到，哎呦，这个事情怎么这博物馆还能大行其道呢？而且居然是我刚才说河北少先队实践基地，这个衡水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3A级风景区，当地被认为这是打造九州之首、冀州文化的一个核心，被称为衡水湖畔的明珠，有这么多赞誉。你这事岂不成了多多怪事了吗？一个造假的博物馆居然能获得这些赞誉，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个造假的博物馆居然能获得这些赞誉，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最奇怪的是呢，这个网络把它揭露出来了，相关部门也正在表态。河北省文物局也说，他这个没在我们这儿注册。季宝斋博物馆就从来没有向省文物局提交过这样的这个博物馆的设立申请。我们压收的就是它的场地、资金这一些相关的东西。关于藏品这一块，这个我们不管。反正方方面面到这时候才开始站出来，这事跟我没关系啊。那么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一家冒出在网上写了一个马伯庸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诽谤季宝斋博物馆，署名中藏网，中藏网是个网站，他站出来了。2013年7月14日，中藏网在其网站发表声明，力挺季宝斋。声明称，季宝斋博物馆馆长王宗全组织村集体投资5000余万元兴建季宝斋博物馆，让流落在街头野外的4万余件文物找到归宿，绝不允许诋毁王宗全等一大批中国收藏家为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公众对中藏网权威性的质疑。网友夏尔谢夫工程师近日在微博上晒出一组中藏网大中华博物馆的藏品照片，并称对该馆藏品感到万分惊吓。图片中有西周金镶玉贵人、3款表情各异的范洪山时期的黑皮玉面具、新石器时期的黑皮玉美人鱼，以及水晶骷髅头和绿松石骷髅头等。有考古专家表示，图片中的藏品可以肯定都是假的，因为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主要为简单的礼器、象征性武器、工具及装饰品，多为片状，造型不很规则，以素面居多。而大中华博物馆藏品显然不具备这些特点。为什么他这时候在众矢之的的季宝斋博物馆里，他能力挺他？我们都知道，兔子急了咬手呢。要不是真自己利益受损了，他不会出来说话。这个事情也等于把收藏界一系列的黑幕给揭开了。什么黑幕呢？我一说您可能就明白了。以前有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民间博物馆没见都是国家正规的博物馆时候，文物贩子、造假的人和专家勾结到一块儿。这专家一看着这东西对，这国宝得收，然后这个博物馆呢，听专家的意见呢，往上申请资金。等于用国家的钱把这个假文物买回来了，当成馆藏的。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杭州有一个那大的吓人的一个湖，说是国宝。其实那只要倒上酒倒上水，那湖畔湖水就得裂开，基本上就是90年代造的东西，却当做国宝。为啥？收进之后再转手，这就值钱了。有人说那我失误了，你别信那个事儿。有的专家呢真是颠倒黑白。那么这些年这个办法与时俱进，发生一些新变化，就是说这个博物馆，民间博物馆多了，那样民间博物馆呢把这假东西收进来，然后民间博物馆它不像国家的博物馆，它监察那么严，说你一件东西进出你得各个方面都得有相关的证据。民间博物馆把这个东西收进来了，一下子就使假的东西经它洗白变成真的了。你看，要不然民间博物馆都收了，然后再拿出去卖，一转手挣高价去，就把假的当成真的了。那么这个过程当然少不了专家参与，而且现在这个专家参与造假参与的太厉害了。你看这个前2年几个出名的事儿，有2个事儿嘛，有个企业家弄个金缕玉衣，结果估价24个亿，给这些专家几十万的鉴定费，拿着所谓的24个亿的金缕玉衣到银行填贷款。还有一个什么汉代的什么这个玉的这个板凳，梳妆玉凳，最后拍卖说拍了2个多亿。
汉代人席地而坐，哪有凳子？你都不知道这些人是真糊涂，还是兜里揣钱了，故意装糊涂。我估计后一种可能性大。现在这文物市场就是买家、卖家和专家三个人合谋糊弄消费者，想法从你这挣钱。那么毫无疑问，像这个季宝斋博物馆这么长时间坚持展览这些假的东西，而且不断的买进假的东西，它这里头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利益链条，就是我们还搞不清楚的一个利益在支撑它往前走。这是第一个。再第二个，季宝斋博物馆呢是这个衡水冀州市衡水湖畔一个叫二铺村的这个村一级的博物馆。那么盖这个博物馆呢，前后呢花了将近6000万，然后买这些文物什么的，那钱就花海了。当然人都有账，这个500块钱，那1000块钱，反正就是他要是真的话，拍卖得上亿的，他是基本上1-2千块钱、2-3块钱、几万块钱就拿下了。你可以想见这东西真假。哪有真的？哪里没有真的了？没有真的。你寻思的，他一拉一汽车来，你能有真的啊？整车的爬脚院来的呢，招生的小孩们来，一买把这当院子整个的满了，摆满了这里成不了，唠闹边男女澡堂子了。谁说了算呢？这个二铺村的村长支部书记叫王宗全。这个人的我儿子5.6。乾隆时期的官窑。你看这个瓷器，你看这个国际上摆卖是为的就是这个。这个有5.5个亿。我一是往看。他投入这么大，村里头老百姓是有怨言的，把村集体的钱都给花没了。涉及的是这些个财物是什么的，老百姓花多少钱，进多少钱什么也都不说，从来没公开过，一个人说了算。你从一开始建到一开始买瓷器，我们村民都有签名，反对建博物馆，因为它不是正当企业也不是正当营生，所以说我们村民现在是反对的。即使村民不同意，他也有办法。那么这个村子，这个王宗全靠什么呢？一个村集体有些工业，有点财产，再一个卖地。卖了把这地卖了以后，卖的这个钱，我们村民要求他分钱的部分，他们就在这儿盖这个博物馆。你给村做企业。说赔了为老百姓一人头可，你这是什么？你是拿着个人的爱好，拿着老百姓卖地的钱，他买这东西。可是到现在为止也没见哪个相关机构到那去怎么样。中间查过一次账，说这博物馆怎么建了，以这个投资损失为名，给这个王宗全呢一个处分，如此而已。我就这么想，你别说建假博物馆、假文物，你就建一个真的，我作为村民我都不干。为啥呢？你应该分给我们的钱，你直接投到这上，变成死东西了，我们怎么从当中获得利益？就即使真的，我相信这1500多村民，绝大多数的谁也不会同意，更别说这是假的了。第三个，我们都很奇怪，又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又少先队实践基地，又3A风景区，又是衡水湖畔的明珠。那么当地的领导干部不知道这里头是假的吗？国家3A 景区如何获得？一座赝品博物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究竟羞辱了谁？谁又该为假文物摆进博物馆负责？老梁观世界，季宝斋不是开玩笑，正在播出。那么当地的领导干部不知道这里头是假的吗？我想他们不会傻到那个程度，可知道了为什么还捧他呢？这里头就有文章可做了。这个冀州市过去不是徐玉清扬、演技清凉，什么冀州是9州之首吗？要打造冀州文化，可是这么个地方不能跟古代那时候比，在文化上都说历史多悠久，可经过多年战乱不剩啥了。而冀州这个地方呢，你说你工业生产各方面也上不去，打造冀州文化吧，能有啥呀？当地有人说了，说来了只能到这个博物馆参观，没啥玩意儿。那你就这么个管怎么？那就捧他呗，就管他是真是假呢？他成了当地政府的一个政绩，不管他真假，只要他起来了，能代表我们这块，看着好看，行，那这就是我们一个文化教育基地，我们就得拿这地方当回事。再第4个，旅游局，河北省旅游局把这块立为国家3A风景区，它的硬件设施、软件设施符合我们这个3A级景区这个条件，就可以。对于藏品的收入这块没有具体的细化。这工作范围内咱也没有这一项工作。你作为旅游局把这定为景区，它可是收门票的，
人家花30块钱进里边看的，看的都是假的，你旅游局没责任吗？你比方说旅游局说这个景点我批了，结果进里头呢，服务质量也不行，景点也涉及造假，你旅游局没责任吗？你怎么能一推625呢？第5种，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局这时候也站出来了啊，这个民间博物馆呢，得应该在河北省文物局注册，来说明这个里边藏品来源，他们没注册，你看没注册你怎么不管呢？可是这时候文物局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反正你也没在我这注册，你真出了事推开了。可以说季宝斋博物馆不是说这王东泉这个村支书一手造成的，也不是说背后利益链条推动的，它是等于这些利益链条上各个环节形成了这么一个造假的奇葩博物馆。再就整个收藏界这种为追名逐利的这种丑陋现象，包括现在这民间博物馆成了香饽饽了，很多地方都要建博物馆。马未都曾经说过几个事儿很有意思，说一个企业家呢刚在一个慈善晚宴拍一幅画，就要建个博物馆，就要围着画建个博物馆。所以我说现在中国收藏界出现的丑陋现象，一旦要和社会其他的不良现象结合到一块，可能这个危害更大。这种事情它不是一个行当的丑陋，它是社会相关各个部类里边一些负面现象，一些丑陋的行为结合到一块，才会出现如此奇葩的博物馆。我估计今后啊，咱们一些朋友可能你再要在哪个博物馆里见到类似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可笑。我是希望我们媒体尽自己力量，把这种丑陋现象能够最大规模的揭露出来，避免收藏人搁这上当，也同时呢，也使我们这个社会啊，在真善美这个层面上能够得到个升华。我就说我们这社会对真这块一定要较真，一定要认真。如果你没有真做基础，善和美它都不成立了，伪善和虚伪的美我们大家都不承认了。所以季宝斋博物馆，你看它那些藏品，表面上看富丽堂皇，一深究不堪一击。就在真的拷问之下，它这个东西是经不住一些逻辑和规律的推敲的。所谓的它这个展品，我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历史价值，纯属于这个主观臆造的物品。如果他把这些东西当成历史的文物，教育我们的青少年，是吧？给他们的一种历史教育，能把中国的历史都还颠倒过来。我觉得这种东西非常可怕。